中国电商会不会就是真的大家讲的非常的卷啊？比如说996，上班时间也比较长。如果带过来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的话，很像比较难去执行的，会吗？我们不需要拿我们不想学的东西回来，我们就想我们拿我们想学的东西回来。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要做跨境电商这一块，要帮助人的时候，最重要选对的商家 ，OK， 而不是每一家。当那个商家他们准备好，他们准备功夫有，他们有比较有足够的资金雄厚的公司，老板对电商有想法的公司，老板对长期配合或者长期合作有一定的观念，还有他们肯付出努力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去合作。所以选对人做对事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全球家居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电商毫无疑问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然而，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Synergy 又是如何从2020年的120万令吉的销售额一路暴增到如今的9160万令吉？这一集我们就要来深入了解 Synergy 如何通过 Wayfair 平台带领东南亚家居制造公司开拓新市场，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战略。这是一段关于创新、合作与突破的旅程。欢迎陈友达再次来到财经做客。这时候让我们来热烈欢迎陈友达先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你。欢迎，谢谢。是上次你来我们这边访问的时候，是另外一位同事访问你啊。然后我听了那次访问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我错过了跟您来交流的机会啊，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跟你一起来请教一下啊，来交流啊。那首先，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你们跟 Wayfair 的合作嘛，所以想要知道说为什么当初你们会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听说是他们主动来找你们的是吗？其实，在年初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招商团队过来跟我们谈了。他说：“你们Synergy在这几年里面怎么会爆发性的在 Wayfair 上成长？因为他也看到我们现在在他们的记录当中是唯一的一家东南亚的企业，在他们自己的品牌上做得这么好。然后他们本身也过来了马来西亚，走了好多趟，也见了好多人。可能他们一直认为说，这边的工厂制造能力都很强，各方面都很强。”可是为什么他们就是没有去做这个电商跨境电商这一块？所以他们也跟他们谈了一下，就觉得说，他们这一般工厂对这个电商方面的知识、跟资源、跟人脉都还不充足的情况下，他说只要有一个人像我们这样，后面把他们一抓起来，这个政绩就成了。所以他们就说建议我们说，好不好？你们去试一下。所以我们用了好几个月去想了过后再想，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要投入很多时间、很多精神，也要投入很多的那个耐力、很多的说服力去做，所以我们就想了好久，后来决定说好吧，做吧，就这样了。OK， 好，那么决定合作之后呢，其实我相信过去可能只是在平台上面，你们做一个销售，把它当作是一个销售的渠道。那么合作之后，这整个的模式一定是有所不同啊。可不可以谈谈，其实后来你们的角色是如何在这个 Wayfair 上面来进行一个转变呢？其实因为这一种合作，我们跟他们公司的高层，特别是中国办公室高层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会给我们更多的资讯，说怎么去带一般人去做。他们也很有意思的，会把我们带我们去，因为杭州、上海或者是宁波都是这个电商的发源地，主要的发源地嘛。所以他们也带我们去到处去见这个人，增加我们的人脉，也跟中国的电商增加很好的一个友好的关系，去学习他们这种概念，我们叫代运营或者是叫做联营的一个方式，在中国到底怎么做？然后他说：“你们也很简单嘛，你们又不是凭空想象，你们只是去了一个比较有这种自信的地方，学了以后重新再回来发挥而已嘛。”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我们跟 Wayfair 之间，他会给我们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脉、更多的资料去做这种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无形中也已经帮助我们自己本身在做我们对 Wayfair 这个平台上的一些工作了。
那其实当初到中国去考察的时候，去了解当地不一样的生态、不一样的经营手法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事情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有啊，我当然也问了他们好多人，他们介绍好多朋友，我们就跟他问了，到底要做大运营成功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他们就告诉我，其实你想要成功，你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你要把一些自己个人的要求、个人的那个理念先放一边，因为当我想做这一门生意的时候，你就要先想好，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厂商能不能做到生意，能不能赚到钱，他们能不能过得好日子。当他们过得好了过后，我们才有办法在里面得到一些利润。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你要有放下我们心中很大的那个私心，放开一点，要很开放性的，也不要怕说，这些人后来会不会成我们的那个竞争对手？只要你把这个都想完了，那根本不用走了。所以意思也就是说，要跟不管是竞争对手也好，或者是合作方，都要双赢嘛，大家要互惠互利这样子。对。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中国电商会不会就是真的大家讲的非常的卷啊？他们非常的就是比如说996，上班时间也比较长。那么这个文化可能如果带过来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的话，它其实是很像比较难去执行的，会吗？我们不需要拿我们不想学的东西回来嘛。我们就想我们拿我们想学的东西回来。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要做跨境电商这一块，要帮助人的时候，最重要要选对的商家 ，OK， 而不是每一家。当那个商家他们准备好了，他们准备功夫有，他们就比较有足够的资金雄厚的公司，老板对电商有想法的公司，老板对长期配合或者长期合作有一定的观念的情况下，还有他们肯付出努力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去合作嘛。所以选对人做对事是非常的重要了。了解，其实我相信今天点开这集节目的朋友呢，一定是非常想要知道，是非常非常好奇，其实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销售额从2020年的这个120万令吉增长到2023年的9160万令吉啊！你觉得其实你们是怎样子做到渗透，怎么样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成长？从了解市场、渗透市场，然后销售，这一路走来，其实我相信它一定有很多的过程跟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指点一下？你觉得你们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运气，因为我们刚好在做这个跨境电商的时候，是刚好遇到疫情来临的时候。疫情的那几年，从2020年到2021、22年的时候，都是家具电商爆发年代。我们就刚好冲在那个机会上，刚好把握住那个点，从那个时候把我们推了上去。再加上我们当然也请对很多我们办公室很多勤劳的员工，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们一窍不通嘛，你马来西亚找跨境电商你找不到嘛，所以你要请到一班很努力的人，一直在努力的去做。当然，身为老板的我们也要有一颗很大很强壮的心。去尝试，去接受失败，不管失败，我们就一直在做。当然，我们一开始也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很大的失败。可是我们一般上都不考虑，我们只考虑怎么做给它好。所以加上这种种的东西起来，我觉得，再加上其实我们在这一行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对一个家具的结构，家具在哪里采购，家具的品质在哪里？家具应该怎么完成？我们已经有一定的一个基础，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电商技巧上加强就好了。那您刚才其实我觉得蛮客气哦，你说是完全是因为运气啊，不是完全的，就是可能有部分是因为运气，大部分对。然后，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这整个的经营，还有以人为本的这样子的一种思维，也肯定是你们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在思考说，后疫情时代啊，现在其实我们走过了那个所谓的幸运的年代，现在其实你会觉得说，大家的整个购物的模式有在改变吗？特别是家具行业，会不会大家又走回到线下去进行家具的购买呢？这要分几个部分讲哈，几个部分讲。后疫情时代，把人们都改变了，特别是欧美的或者是马来西亚一样，大家已经接受了在线上购买家具，所以这个潮流是不会断的，它会一直的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现在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不景气，欧洲经济，你们怎么样可以再继续成长？因为毕竟马来西亚我们才做那个，其实我们电商的生意是 B2C 嘛。刚才你说9000万，我想改正一下，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1.2个亿哦，9000多万只是单纯在Wayfair 美国这一块，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1点多个亿在全世界的家具电商上占了还不到0.00004% 的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是这么大，就好像今天有个人跟你说，我开一个妈妈 store， 经济不好，他说你算了吧，你把你的那些人嘛做好就好了嘛，反正市场这么大，你也不要关那个市场不景气，还是有人是那些嘛，反正我们都是卖那种比较经济化、比较优惠的东西嘛。其实新乐季其实在希望你们的规划啦，是希望说在2028年的时候，带领100家的这个东南亚的家具制造商在 Wayfair 上面来开创这个新的销售的渠道啊。其实100家这个数字其实不小啊，但是我相信按部就班去做的话，肯定是做得到的啊。那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子实际的这样子的执行的步骤。那如果现在有在收听的这些有愿意跟你们合作的这些的家具商想要来配合的话，他们其实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他们就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其实我们在寻找合作伙伴，我们说真的，我很希望他们是已经做过美国市场的，已经对美国电商市场有熟悉，就是他们一般都是卖给美国的进口商，或卖给那个台湾、香港、中国的转销商、电商的人，这一块的人，当然他们已经有了一致的经验，然后他们自己的财务上也有一定的一个稳定性，而且他们真的是想把这个做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开发能力的，他们本身必须具有开发能力，才有方法在这边去谈。当然，我们这里说了，我们其实这一个 program 我们不单纯或者不只是从家具上下手。当然，有一天我们会找到马来西亚或者是东南亚有谁是做 carpet 的，可能有谁做那个 flooring 的，有谁做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理想中的一些合作伙伴之一，不一定不会说只单纯在家具的。我也想帮大家问一下，10%这样子的一个佣金啊，其实你会怎么样子去看待？因为可能大家对于佣金的这个数字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你觉得10%会太高吗？还是太低？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们这个在术语化比较technical 的 term 来讲，他们这个有点叫半托管了。Okay. 半托管的意思是说，其实他就把东西托给我们，他们就照常的生产，他们只要派出一个他们的一个市场经理或者市场经营者跟我们对接，其他的我们会在很多情况下帮助他，比如说选品、做市场调查，我们还要跟他做一些品管，一开始的样品品管，我们还要跟他们进入市场放所有的那个资料在上面，还比较一般人每一天去对接那个资料，看别人价钱高还是我们高啊，还有我们后期的这个客户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把东西会放到我们身上你的事了，你负责了，我们也一定要负责因为我们还是在收到钱到他们的手上之后，我们才有钱，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没有烦恼情况下，而且我们把我们这4年所有经过的风风浪浪，所有经过的风风雨雨，都跟他们给埋没了，而且我们还会出很多力去跟很多第三方 service provider， 比如说海外仓。我们也去找了最好的海外商，给他们讨了最好的价钱。我们也跟他们讲，你在哪里买那个保险最好，在哪里船费怎么样最便宜，还有你应该怎么做，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在做了。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是非常的合理。基本上很多人问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说10%，你做1000万我不觉得什么，你帮我做1个亿又怎么办？我说，当我办法跟你做成1个亿的时候，你不是应该谢谢我们吗？我们不是在一起把市场的钱赚回来吗？你为什么这么在意我们做多少？反正我们只能够做到是让你们没有忧虑的，就没有用最少的风险、最少的挫折感的情况下把这个给搞起来，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意愿。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你们帮助了很多
未来的潜在的这些合作商，帮助他们去少走一些弯路，是的，对不对？因为你们过去的经验，你们磕磕碰碰遇到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是啊。那其实我看到数据就是说，其实在初期阶段的时候，Synergy将会指派大概5到10名员工来负责这个项目，人数很像看起来。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规模来看，这人数是不是少了一点呢？我们说10个是一开始，我们一开始嘛，当他们一陆续来，我觉得每一个我们你看打个比方，用Synergy来做，我们今天才做多少生意嘛？可是我们的公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0号人了，所以这个东西后来它肯定是要继续加人。当然有些时候，像我们刚开始可能会因为有些资料、有些资源到之前还不需要的时候，因为前期3-5个月还是在跟他们搞把所有的系统连接起来、选品，所以它还没有到后期的那一块出来。所以我们说5到10个，刚开始是刚好的。那其实你会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线上家具销售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其实在前不久也访问过2-3家，就是他们都是号称说他们是纯线上销售的，而且他们也进行可以退换货啦，然后他们也有这个所谓的公共展厅的这样子的规划，让大家可以去先前去摸到或是看到这一些家具所以其实现在竞争真的是蛮激烈的，对吗？其实我跟好多人在说这个东西其实现在的社会不只是家具，不管在什么行业，衣服也好，服装也好，电车也好，汽车就是房子什么都一样。我们在一个时期就是供过于求的时期，在这一种情况下，只有我们有方法找到差异化的产品，而且那个差异化又在人家的价格上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品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才有办法脱颖而出。就像今天我们就煮一盘，大家都煮一盘肉骨茶，只有煮的最好那个很多人，那你不可以说肉骨茶竞争很大，那肯定很大。做得好做不好，那靠我们自己本身的努力有多少，我们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接受改变，有没有说利用现在的科技，有没有利用我们现在的资讯，有没有结合别人的力量。好像Synergy今天只要我们还在自己搞，不结合整个 industry 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觉得在3-5年后我是搞不过别人。那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家具的量能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马来西亚自己研发、自己制造、设计的家具，其实真的是在国际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是的，是。那其实，在这一块，马来西亚的整个家具的产能，还有整个在国际上面的地位，其实，在你心目中，你会不会也希望说，再把马来西亚的产品再推出去一点点呢？不只是在东盟，甚至在全世界，让它能见度再更高。这当然是我们的理想之一啦。可是我们先这么说吧，我们一向以来Synergy都是以欧美的市场为主要市场，因为他们比较有钱，他们人口比较多，他们给的价钱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会很希望更多的马来西亚厂家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欧美的市场。当然他们都很强了，可是他们一般都是接触这种比较传统的渠道，比如他们就卖给进口商，或者卖给中间商，再卖给批发商，这个是很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渠道。那我更希望的是有没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可以通过电商这一块走到世界，走到美国，走到欧洲去，这才是我觉得我认为我们这几年应该要大家同心合力把这个做起来，因为这个才是我觉得才会走得比较远。你自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本地的家具生产商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再去精进的，再往前再进一步跟世界上国际上面的品牌来竞争？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好，只是应该要有更多人尝试电商这一块了。我只是会这么说，因为他们生产能力已经很强了，他们的创造能力也很强的了。那他们有没有把这个渠道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做再好的东西，没有人把货送出去，没有一个渠道的话，他们再怎么做，我觉得是一个可惜的。很多人就说，
或许有人会这么认为啦，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但是后来我发现，酒香真的是怕巷子深啊。如果你没有把那个酒搬出来的话，没有展示在一个国际的舞台或平台，没有展示在所谓的电商平台，直接的直面来面对这个国外的消费者的话，其实真的大家就不会知道你。对不对？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话。是，这就是你一直希望说帮助大家走出去。那我相信在过去这几年呢，其实你们有这样子好的成绩啊，那接下来应该还会对公司的发展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可不可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当然，我们这个公司我们一直以来都抱着希望自己可以走高质量的成长。我们一直想说，我们一直在成长。我们的公司的使命就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不断的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东西，卖一些别人不敢卖的东西，开一些别人不敢开的那个渠道。这也是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 DNA 了。来到我们公司上班的同事们，他都很明白的。我们这边是，他们常常给我气死，他说我们今天叫你做一个东西，明天我们再做另一个别的。还有再开那个市场，再开有机会了，有人介绍了再开。所以我觉得只有不断的成长，才能够保持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动力。只有不断的成长，才能让我们不会给别人超越。所以我们没有的选择。所以你刚才问我们当然是想做得更大。我们当然是想，因为美国Wayfair我们做的比较好，其他的还在刚开始。当然，因为像Wayfair这样的一个渠道，在美国最少有10家以上。那假如我们就找到10家Wayfair呢？假如我们要去那个英国再复制10家Wayfair呢？再去加拿大复制呢？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的走。所以为什么的人的那个公司的员工会越来越多？你会自己想要做自己的电商平台吗？那是另外一个布局了。那个布局可能我还不敢去想了，因为当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要把自己控制一下。因为到那一个情况，你要跟他们这些更高的这个电商人去投钱、去投资金，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胜算也不高。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抓着我们胜算最高的地方，或者我们最了解的地方去做。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啦，对不对？我们要看整个大环境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才。那其实说到人才的话，你会希望说在未来公司可以多招纳怎么样子的人才呢？我们希望公司会招更多懂得 AI 的人才。然后这个是最主要的啦。还有我们想招一些员工是有动力的，有想创新的。或者他们很想把东西很有责任感的、很有负责任的人，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一直在找的人。是。如果现在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呢，你觉得你是陈董讲的这样子的人才的话呢，可能就可以把履历寄到你们公司啊。这个非常欢迎，我们绝对欢迎的。其实我早上才跟我们的 HR 开了一个会，他说今天所有的部门加起来，他们还要请50号人。他们给他们每天催死了，因为人才不够，所以这也是假如这边有谁在收看有兴趣的，真的可以来试一下。不过你们真的要做好决定，做好准备。我们是准备成长的。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公司。我们是一直走这条路，我们不会停的。是。好，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观众，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些潜在的合作方，来向大家来信心喊话的呢？我是觉得说，电商对家具或者对马来西亚的出口商是必走的，是必然的，我们逃不了，我们必须走，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不这么走的话，我们将来可能会被很多公司被地汰掉，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说，有机会多想想，多看看，是不是跟着Synergy一起走，那不重要，越多人做电商，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下次很快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再见到你。好，谢谢你，谢谢。那不晓得观众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今天的访问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对于 Synergy 这家公司快速的成长，你觉得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在听了这么多之后，你自己的学习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告诉我们。那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要按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